日本的两大航空公司 All Nippon Airways 全日空跟 Japan Airlines 日本航空，常年都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航空公司之一。Skytrax 2024评选出的最佳航空公司 ANA 跟 JAL 分别占了第4跟第6名。虽然我整体认为这些排名其实看看就好，但日本人对于服务跟细节的龟毛，还有日本料理的美味，我还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大家看其中之一的日本航空，简称 JAL， 也是日本的国家航空公司。JAL 的搭乘体验究竟如何呢？ JAL 的国际线跟国内线有什么差别？我又为什么可以很自信的说 JAL 的经济舱绝对是世界上最顶级的经济舱产品呢？这支影片很长，我们赶快开始吧。3、2、1，起飞！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我是 Ben， 今天要来开箱日本航空温哥华经东京飞大阪航线。我们就先从日航的订票系统开始吧。老实说，日航的 UI 跟长荣一样，都偏旧偏难用。但即使如此，一点都不影响日本航空订票系统的贴心 No.1。首先，在你订票的时候，你就有办法看到 seat map。我这才意识到，其实大部分的航空公司都是订完票才能选座位的。能先看到有没有自己想要的座位这个功能真的超赞。因为其实我原本要订的航班已经没有窗户位了，还好我提前知道，才让我有机会换航班哦。而且 C Map 还会标示哪些位置是宝宝座的，让如果是受不了 baby 哭声的你能够远离一点，让你获得完美的保护。然后当然如果有特殊饮食需求的话，网站上也是可以提前选好的。最后再告诉大家一个日本航空选位的小撇步，日航网站有专门一页是能够让你根据你搭乘的航班查你应该要坐在哪一边才可以看到富士山。虽然这不是保证的，毕竟航线随时都有可能变动，但如果你的航班是在白天又会经过富士山的话，不妨试试看吧。跳到机场，温哥华机场在我影片里出现过好几次了，那就来聊聊之前没讲过的吧。温哥华机场是连接着温哥华的捷运系统 SkyTrain 的，基本上去机场搭 SkyTrain 方便、便宜又可靠。从 Downtown 市中心到机场只要30分钟，我认为是蛮无脑的选择啦。温哥华机场有2个航厦，国际航厦跟国内航厦，其中国际航厦也有分飞美国跟飞其他国家。飞美国特别割出来，不仅仅是因为航班特别多，也是因为加拿大的机场是可以提前过美国海关的。等于说，其实你在温哥华就已经入境美国了，降落美国后就跟你在美国飞国内线一样，直接拿行李就可以溜了。接下来欢迎来到日本航空的登机柜台，一共有3条报到通道：经济舱、商务舱跟头等舱。商务舱跟头等舱有尊爵不凡的毯子，那其实今天飞的飞机是没有头等舱的，所以应该是给卡克啦。这里的柜台提前把温哥华飞东京以及东京飞大阪的登机牌都印好了，可以看到东京后，我们是需要自己从成田转到羽田的。影片中也会教大家如何在东京方便的转机场。好，托运完行李来过安检，哇哩嘞，人也太多了吧！我第一次在温哥华看到人排到满出来的状况。中午时段估计有很多国际航班，所以这个时段飞的话，大家记得早点来机场哦。荧幕说要排35到40分钟，但我们最后排了1个小时又10分钟，真的很夸张。明明一堆人排队，却只开放2道安检，大家都跑去吃午餐了吗？怎么说呢？就很加拿大。终于过关后，发现这里新开了一家 Churches， 所以就叫了一个炸鸡来吃。本来点马铃薯泥当小菜，但他们给成了薯条，最后索性都给我了。拽！快速吃完后就准备登机了。来看看今天第一段的飞机，日本航空温哥华前往东京成田的 JL17， 不是这个 JL17 哦。机型是波音 787-9 Dreamliner 梦幻客机，算是日航中长程的主力机型。日航一共有22台的787-9跟31台的787-8，平均机龄大概在8年左右。而我们今天搭的这台 JA867J 也8岁了，一共配有3个舱等，44席的商务舱、35席的豪金舱，跟仅116席的经济舱。给大家一个概念，长荣一样3舱等配置的787-9有224席的经济舱座位，几乎多了1倍。而在光谱的另一端，你甚至可以找到日本另外一位大哥 ANA 在他们的787-9塞到377席的经济舱，超过3倍之多。那日本航空之所以会有那么少的经济舱，不仅仅是因为商务舱跟豪金舱占了更多空间，也是因为日本航空的787经济舱采用的是242的座椅布局，比787标配的333座椅布局硬是少了一个，这让所有的椅子都可以更宽更舒适。日航还把这取名为 JAL Skywider。在我的认知里，世界上只有日本航空的787有这样的配置，是非常值得 jealous 的一点。豪金舱的232布局也是非常的不错，已经不输很多家的商务舱了。不过222的商务舱我觉得就相对有点落伍，虽然这个配置有确保所有的座椅都有 aisle access， 可是多多少少还是会压缩到椅子的空间。今天的座位是50K， 可以看到椅子以经济舱来说真的超宽，日航真是宽容呢。椅具也是2个拳头轻轻松松，我是觉得这已经不输很多家的豪金舱了。颜色是代表日航的酒红色，我觉得很漂亮。头后面有一片皮的垫子，椅子
子本身材质摸起来很精致很舒服，椅子上也已经附了棉被跟枕头，枕头套用的是那种舒服可以重复使用的布料，毛毯也是那种绵绵的，睡起来很舒服的那种，毛毯还有个折起来的小角，不知道干嘛用的，可能跟我一样负责可爱。头枕可以上下左右，两边折起来的部分特别大，所以包覆性很强。耳机孔在把手顶部，就不容易被耳机线卡到。飞机窗是787标配的 Electronic Dimmable Windows。娱乐系统两边有一个 Coat Hook 跟一个经验标志。头顶的话只有 Personal Reading Light， 没有 Personal Air Vent。椅子下面两个位置各有一个插座，不用打架，可以跟你的邻居和平相处。再来看看椅背，椅背有一个大口袋跟前面两个小口袋，右边有点畸形的小口袋放了一个日本航空的耳机，我觉得蛮好看的。大口袋里则是放了安全须知、呕吐袋、两个杂志，还有机上 WiFi 用法。餐桌的部分是可折叠式，因为椅子够宽，餐桌也真的好宽，绝对是我在经济舱里用过最大的餐桌。整体来说是绝对是经济舱里最顶级的座椅，没有之一。又宽又大，坐起来压迫感明显没有那么强。我个人是认为小盛常年被评选为最佳经济舱的国泰航空，主要还是在787的242 configuration 真的很难输。小批评一点就是飞机边边的勾勾里没有完全清干净，但这看起来完全就是那种超级难清的部位，所以能理解了。在坐下没多久后，飞机就开始 push back 了，这效率对比刚刚的安检简直是天差地别。再回来看看娱乐系统，娱乐系统尺寸不算很大，但灵敏度非常棒。UI 有一点 outdated 了，但该有的功能都有，电影、音乐、游戏、新闻、电子书都有提供，你还可以在里面找到很多很有趣的东西，比如说这个机上礼仪，教你如何不要在飞机上当一个鸡巴人哦。然后我意外的发现，这个娱乐系统居然是防窥屏的 ，What a nice touch！ 让娱乐系统的亮度不会影响到其他旅客，隐私感也比较强。不过别人的电影永远都是最好看的耶，有人跟我一样会不知不觉开始看别人正在看的电影吗？至于飞行地图，我觉得没有长荣国泰的好用，但能告诉我在世界上的哪里其实就足够了。屏幕的下方还有很多你可以按的按钮，包括服务铃、头灯、音量调整，还有一个 USB 插孔。再往下面走一点的话，还有个看起来被锁起来的空间。这部分要是有个手机架，这个椅子就真的完美了。飞机起飞后，我们来看看日本航空的网路。即使在经济舱，你也可以使用1个小时的免费网路。想想长荣只提供半个小时，好像就蛮不错的。当然有额外需求的，你也可以选择3小时或整趟的 plan。连上后的网页还可以看到日本航空提供的飞机餐菜单，选好日期、舱等、出发点等等资讯后，就可以看到完整的食物跟饮料列表啦。在终于抵达飞行高度后，空服陆陆续续开始了餐饮服务。空服先是发放给大家一个冷的湿纸巾，让你擦擦手，准备起床吃东西喽。我觉得这一步在其他航空公司的经济舱真的是很少见，大部分都是在给你飞机餐时顺便把湿纸巾给你。但我觉得将这两步分开，一下仪式感就上来了。在看了一会关于地球其实是会动的故事之后，空服接下来上了餐前点心加饮料，是日本航空非常有名的 Rice Crackers。饮料我叫了一杯美酒，超级对我的胃口，加了冰块后很清爽的同时，多多少少也稀释了酒味。对于不太会喝酒的我来说，刚刚好。空服还很贴心的问我要不要加一杯水搭配。此时的我已经被俘虏了。我还试了日本航空的 Original Drink 桃子葡萄汁，蛮特别的，但喝起来就是果汁，大家可以试试看。之后空服就光速过来收垃圾，因为准备上主餐啦。噔噔，这分量也太大了吧！一个主食、沙拉、2份小菜、水果加饮料。我点的是阿萨希的啤酒，不喜欢的也有 Kirin 可以选哦。然后空服还会追问你想不想喝味噌汤跟绿茶，那当然是通通都要啊。This is making me so excited。首先是餐具，当然都是铁质的，除了这个一次性的筷子，但仔细想想，好像也没几家航空公司会提供筷子吼，所以蛮特别的。再来看主食，我点的是鸡肉饭，另外一个选择是牛冻。我个人是觉得鸡肉饭比较好吃，鸡肉好嫩哦，一插下去就碎，米饭也很蓬松，是一个很棒的 combo。至于牛冻，我不会说难吃，但我感觉以日本人做出的牛冻来说，算是中下水准。喜欢吃日式的还是可以吃吃看啦。沙拉的部分就是绿色的蔬菜 ，dressing 我不太能接受，味道太重了，我还是乖乖当兔子啃叶子就好。前菜则是 macaroni salad with quinoa， 这个我蛮喜欢的，冰冰凉凉的很开胃。但如果有些人无法，我也能理解，毕竟口感真的是有一点奇怪。再来就是这个 simmered beef and potato， 哇，这个是 MVP， 让你1秒踏入日本，超级入味好吃。但水果就不差，但就台湾的水果让我对于水果的标准特别高，所以修个奈呢。比较特别的是味噌汤，喝起来应该是粉泡的吧，有点咸，没有到很爱。但飞机上能喝到味噌汤是我未曾想过的。
所以没什么好嫌弃的。吃完了最后怎么能少得了冰淇淋呢？ Mario's 好像是个加拿大牌，所以不确定是不是其他航线就会用不同的牌子。口味是 Toffee 吗？奶味很重的那种，但我觉得蛮好吃的。吃完真的是饱到怀疑人生，可以喝一点绿茶解腻帮助消化。爱喝咖啡的各位也不用担心，该有的都有。这时候我才理解娱乐系统内为什么会有个机内体操的功能了，让你肚子快爆炸的时候，在座位上也能活动活动身体，很可爱。整体来说 ，What a fabulous meal service！ 相对于其他亚洲航空公司，服务速度是慢的，从湿纸巾到餐前点心到主菜，再到最后的饭后冰淇淋跟茶水，日本航空是一步一步来的，途中也都是很有耐心的服务每一位乘客，空服也一直都面带微笑，看得出日本航空更注重服务的品质大于服务的效率。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喜欢这样的服务吗？但不管如何，这样对于空服来说一定是更辛苦的，更何况这是一班全程都是白天的航班，所以我觉得他们值得一个大大的掌声。小睡了一下之后来开箱厕所，第一印象就是好多镜子，厕所里面有可以包尿布的日本航空牌的洗手乳、芳香剂、消毒液，水的温度也是可以调整的。但整个厕所最大的亮点就是你可以冲屁屁耶，怎么可以那么舒服啊？这真的是只有日本的航空公司才能享受得到哎。这个厕所虽然不会像长荣一样提供一堆 amenities， 但很有日本特色，我觉得很棒。冲完屁屁顺便来 Galley 觅食，这里放了饼干、巧克力跟刚开始喝过的 peach and grape juice， 让你饿的话可以来解解馋。但我实在是对一开始那一杯美酒念念不忘，所以又点了一杯。空服也顺便多给了一包 rice cracker， 感谢空服无微不至的照顾。休息了一下，来到第二轮的餐饮服务。首先仪式感当然不能少，一样先发了一波凉的湿纸巾，然后就是食物啦。这次只有一个选择 ，cheddar bean with pulled pork。通心粉我觉得普普，偏干偏没有灵魂，但手撕猪很赞，很湿润的同时调味的也很棒，很好吃。水果就一样还好，凤梨就有点小酸，苹果也没有很甜，不过优格是好吃的。往下挖还有草莓酱，这应该是我飞机上吃过最好吃的优格。这不是业配，但 Oikos 很优秀哦。最后再喝一杯绿茶，结束这一顿负担比较低的一餐。不久后就准备降落东京成田国际机场啦。只有我觉得这些树长得超像花野菜的吗？那居然都到成田了，就顺便来聊聊一些关于成田有趣的知识吧。你知道在成田机场里面有一个农场跟一个神社吗？当时盖成田机场遇到当地非常强烈的反对声浪，最后实在没办法，只好绕着盖，形成了现在独特的样貌。推荐大家可以去看 Half as Interesting 关于这个农场的影片，蛮有趣的。神社的话只是叫东风神社，在 B 跑道的尽头，是真的可以开车前往的哦，各位航空迷考虑一下吧。好，我们拉回来，接下来的任务是从成田前往羽田。其实方法有很多，但如果你跟我一样没钱搭日本贵的要死的出租车的话，其实主要就只剩 bus 或者 train 啦。我搭的是 train， 因为既比较便宜，又是我认为更可靠的选择。bus 不便宜，而且我怕有机会卡在 traffic 里。火车的话，只要搭 Keisei Narita Sky Access 一路到底就可以了，简单暴力。中途火车会根据地段变成不同的线，但你完全不用管，一路搭到终点站就可以了。全程大概1个小时50分钟。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小心不要搭错车，毕竟同一个月台有好多不同的火车使用。火车的另外一个缺点就是人真的颇多，途中也因为进入市中心的关系，所以如果没有位置坐的话，真的是会挤得蛮酸爽的，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挣扎一下。再来看看第二段出发的羽田机场。羽田的话一共有3个航厦 ，T1 是国内线 ，T3 是国际线，夹在中间的 T2 是国内国际都有飞。我的第二段是日本航空的国内线，也就是在 T1， 只要沿着标示走就会抵达登机柜台啦。这里的国内线的设计好漂亮哦，是种低调又简约的美。在这里，日本航空采用大量的自办托运，流程很简单，先用这个机器把 baggage tag 印出来，粘到行李上，再丢进这个机器就可以了。比较有趣的是，大家如果有机会搭日本国内线的话，会看到航班表上有很多圈圈叉叉三角形，圈圈代表还有空位，三角形是只剩下1点，叉叉则是此航班已满。会有这些标志是因为在日本，你可以把飞机视为跟火车一样的交通工具，这个航班表就可以让买票的人知道哪些航班还有位置。在享用了我心心念念很久的日式布丁，过完安检后，可以看到这些很可爱的自动车车，貌似可以直接把你带到你的登机口。过安检后也有可以买便当的超市，所以不用担心没东西吃。好，来看飞机。今天第二段从东京羽田飞往关西国际机场的飞机是日本航空波音7378 JL229。日本航空目前一共有
42台的737-8正在赚钱，平均的机龄更是高达15年之多，已经不算年轻了。今天搭的 JA336J 也14岁了，可以看到起飞前15分钟才需要登机。日本人的效率真的很疯狂。这台737-8两舱档的配置一共有20席的商务舱以及145席的经济舱，商务舱是不对称的23布局，经济舱则是标配的33布局。今天的座位是 35K。 以上飞机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灯，我是在恐怖游戏里吗？是在废弃的医院里，但没过多久就换回较有的招牌红，感觉就舒服多了啊。不过后面又换成蓝色，现在是怎样？把飞机当夜店吗？之后因为飞机 delay 5分钟，机长在那边道歉，不用道歉，这在加拿大是非常准时的，你很棒。来看看位置 ，legroom 很不错，可以舒服的塞2个拳头，不过宽度就相对有限，可能是因为刚搭完上一班的关系吧。椅子下面可以看到有安装一个 USB 跟 Type C 的充电头，有充电是好事，但多多少少挤压到了腿部的空间，而且3个椅子分2个充电的，所以打架吧各位。椅子的配置很简约，没有头枕也没有娱乐系统，只有公共的那种。餐桌是下放式的，飞机窗是手拉式的，椅背有一个大口袋，里面放了安全须知、2本杂志、网络使用手册跟3个呕吐袋。I guess there's never too much, right? 上方的话只是 personal errand 跟 reading 来都有。顺便提一下网路吧，日本航空的国内线是有提供全程免费网路的，让那些东京、大阪来回跑的社畜也能够在飞机上做牛做马。在 pushback 后，飞机跟飙的一样，一下就起飞了，可以看到晚上漂亮的横滨。我这次坐在右边，是因为先前讲过的网站说这里可以看到富士山，也的确没错，富士山就在前面，真的你要相信我。而在这仅1个小时的国内航班上，也是有提供饮料服务的。这次我点了日本航空非常有名的 Beef Consomme， 其实就是牛肉汤，看起来像果汁，但喝起来是咸的，味道很浓郁，热腾腾的很暖胃，跟台湾的牛肉汤味道不太一样。应该是粉泡的吧，因为你其实有办法上网买到，有机会的话推荐大家可以试试看。喝完后没多久就已经抵达关西国际机场啦，超快。接下来要展开1个礼拜的大阪京都之旅，我得说我吃的蛮爽的。现在剪影片的同时，应该还在努力还债，我应该会把记录下来的吃的玩的剪成短片，到时候再分享给大家。这一趟日本的航空真的是有惊艳到我，特别是第一段温哥华成田航线，从顶级的硬体、大方的座椅布局、优秀的服务、美味的飞机餐，日本航空绝对对得起世界顶级航空公司的称号。他们家的经济舱也绝对是最顶级的，没有之一。对比下来，第2段的日本国内线就比较没什么亮点，但这也是因为飞机在日本国内线的主要任务不是为了提供最高级的服务，而是为了最有效率的搬运日本每天需要来回跑的上班族，这样才有办法跟新干线竞争。然后如果各位有机会搭日本航空的国内线的话，其实可以考虑飞到大阪的伊丹米 Airport， 距离市区更近的同时，还有机会搭日航的767跟787，怎么想都是比737更舒适的选择。之前甚至还可以搭到日本航空最旗舰的 A350， 只可惜现在貌似已经不飞了。好啦，这支影片就这样。喜欢这支影片或者想看更多飞机开箱的话，记得点赞、分享、收藏，加上订阅这支频道。各位大佬有什么想法或补充，也都欢迎留言告诉我，或者分享给大家。下支影片应该会是国泰航空的旗舰的 A350的短程航班开箱，蛮有趣的，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就这样咯，拜拜。